嘿，大家好，我是悟空。那今天的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款我这个频道成立以来分享过的配置最高的一款电视盒子，就是这款 Homatics 的 Box R 4K Plus。那这款电视盒子呢，是一个热心的网友给我寄过来的，实际上它也是自己海淘的。我看了一下这个售价呢，高达149美元哈。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劝退了很多的这个观众，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那因为这个配置之前没有出现过，所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款电视盒子呢，可以说是在原生电视盒子里面配置最高，4+32GB 的组合，1000兆以太网 ，WiFi 6，双杜比啊，基本上就是你能够想象到的一些高配置的名词呢，都可以在这个盒子上体现出来，所以是令我非常的期待的。当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这个安卓的原生电视盒子都没有太大的进步，那基本上就是2+8GB 的组合。虽然你看到了很多电视盒子，包括外贸电视盒子、国产电视盒子，配置都已经赶上来了，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国外的流媒体授权，让很多网友呢都跟我吐槽。有部分网友就跟我反馈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高配置的电视盒子，却不支持奈飞授权。还有一部分观众呢跟我吐槽说，我买到了一个非常便宜并且带奈飞授权的这个电视棒，但是呢用着用着就出现卡顿。那其实这两部分观众呢用起来都是非常费劲的，但是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一款配置非常高，并且又兼具这个流媒体授权的电视盒子，看得出来我本人也是非常期待。所以呢，前面就不废话了，马上开始今天的开箱。好，那我们今天开箱的就是这个配置特别高的电视盒子。这个电视盒子呢，可以说是配置顶到头了。它内置的是安卓11.0的安卓原生 TV 系统，并且呢，它有4+32GB 的组合。往常我们听到这个配置一般都是外贸电视盒子，但是今天我们开箱的却是一个正规授权的原生电视盒子。同时呢，它又有 USB 3.0和 Type C， 并且呢又带有 WiFi 6。当然了，因为是正规授权的电视盒子，所以它也支持这些流媒体，包括奈飞、HBO 等。它表面呢是一个塑封的袋子，它的 CPU 的具体型号呢我还没有查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支持这个 AV1 硬解的，并且呢也是一个双杜比的电视盒子。好，首先呢是一个快速指南，这个快速指南呢还是一个韩文的哈。那这个就是它的本体了。哦，哇，看起来很漂亮。据说这个旁边呢是那些 LED 的彩灯，等一下我们通电再看一看。虽然表面是看起来是塑料的，但是实际上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然后，并且这个地方是金属的。它这个品牌之前我也查过哈，应该叫做 Homatics 吧。从左到右呢，依次是电源的输入，然后这边是一个1000兆的烂口，没错，是1000兆的，不是100兆的 HDMI 的接口，然后 AV 音视频的接口，光纤音频输出 Type C 的接口。可以说这一排的按钮，基本上你能够想象到的 I/O 接口，它全都具备。再来看一下机身的这个侧面，右侧呢是一个 USB 3.0，左侧呢是 USB 2.0。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置的按键，非常小，就一个小孔。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机身的背部啊，这边呢居然还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这个我具体还没有查，可能是刷固件，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用途。然后这4个都是脚垫。那这个电视盒子拿到手里是非常有质感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好，那这边呢是附赠了一个 HDMI 的高清线，这个呢就是它的遥控器。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遥控器呢跟米库还是有点相似的。当然了，它的一些按键呢还是略有区别的。那手感方面嘛，就一般般喽。有几个快捷按键是 YouTube、奈飞。那这个按键呢，好像是用户预设的，就是你可以自定义一个按键。还有这个信号源的切换，上下左右。还有这个书签，这个模组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所以就不多介绍了。当然，毫无疑问，它也是用7号电池的。好，那这个就是它的电源适配器了，也是12伏1安的一个电池，一个干燥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电视盒子通电，来看一下实际的上机效果。那通电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电视盒子前面板的这个 LED 灯已经点亮了，它是一个靛青色的。
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当然，它这个指示灯呢不仅有一种颜色哈，那么我们点击这个待机键的时候也会出现另外的颜色，就是一个橘色的。那前面的这个初始化呢，我就给大家略过了啊，因为其实每一个原生电视盒子初始化过程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每一家的这个开机动画呢可能略有不同。那经过短暂的一个动画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主界面了。当然，默认情况下可能没有这么多软件，这里面我安装了一些测试的软件。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系统设置，在系统设置里面，我们点击设备偏好设置，点击关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呢是基于安卓11.0开发的。安卓原生 TV 固件，然后并且呢，它的版本呢已经是更新到了最新版。在设备偏好设置里面，我们点击存储空间，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内部的存储空间呢还有28GB， 因为绝大多数的原生电视盒子呢只有8GB， 或者是大一点也就16GB， 那么能够达到这个28GB， 我觉得非常不错了。在这个设备偏好设置里面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功能，就是这个快捷键的定义。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应用，我们可以定义成 Downloader， 当然我们也可以定义成迪士尼，这个就看你个人使用喜好了。在这个显示和声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显示分辨率呢，目前呢是 4K 60赫兹。HDR 的这个偏好设置里面呢，它有2个选项，一个选项呢是开启 HDR， 第二个选项呢是动态调整 HDR。我们一般情况下都选择第二项。当然了，它比较遗憾的一点是没有这个关闭 HDR 的功能。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哈，如果说官方愿意的话，有可能后期还会增加这个关闭 HDR 的功能。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其实很多厂家都是这么做的。那在这个 HDR 的偏好设置里面，还有2个选项，一个呢是杜比世界，一个是 HDR10。在这里面说一句，就是这个谷歌投屏，这个手机上如果显示不了这个投屏的图标，那是因为你的手机和你的电视盒子没有连接同一个软路由，那样是不行的。你必须连接同一个软路由器后面的这个 WiFi 信号才可以，不能一个使用 Clash， 另外一个使用软路由，这是不行的。好，那由于这个电视盒子它配置是比较高的，有一些指标呢也非常多，所以在前面呢，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盒子一些基础的能力。那第一项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无线的速率。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已经连接了一个 WiFi 6的路由器，而且它非常贴心的标明了这是一个 WiFi 6的信号。关于这个电视盒子的测速呢，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网速管家。那因为这个网速管家呢，它是不涉及到一些节点的问题的。好，大家可以看到，它应该是可以很轻松的跑到400多兆的。当然了，这个跟你的 WiFi 路由器的能力也是成正相关的。如果你的 WiFi 6路由器比较好的话，它跑出来成绩可能会更高一些。对于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包括一些网络流媒体的应用，绝对是够用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盒子呢是配备了1000兆网卡的，所以我们直接连接有线做一个测试。那这边毫无疑问呢，直接就跑满了这个1000兆的宽带，目前呢是940多兆。而且大家看到它那个曲线呢，几乎是一条直线，没有任何衰减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这个 CPU 方面 ，CPU 呢这次这个盒子采用的是京晨的 S905X4， 这个芯片呢应该跟其他的 S905 系列总体的这个分数差不多。我们看一下最终的跑分，在 CPU 方面呢，单核心呢是830，多核心呢是2114。基本上和其他的一些 S905 系列的一些跑分呢都是持平差不多。接着呢就是 GPU 方面的成绩是1681，作为一个电视盒子，大家还是更多的看它的影音播放能力。那据说这个 CPU 呢是支持这个 AV 硬解的，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好，那刚才呢我们说过了，这个盒子是支持 AV 解码的。那么 AV 解码呢更多的体现在在线视频上。那能够支持的流媒体其实并不是很多哈，目前油管就支持，我们拿油管来做一个测试。好，那你目前看到的就是一个 4K 的 AV 编码的视频。那么这种编码呢，不是所有的电视盒都支持，只有你的 CPU 支持的情况下，它才会以这种形式在线的播放。那这种 AV1 编码的视频呢，通常它的这个体积都比较小，效率比较高，所以它会节省你的这个带宽。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在线视频是 HLG 的话，这边也是可以正确的这个映射的。现阶段的这些芯片支持的仅仅是在线的流媒体，而本地方面尽管码率非常低，它也是解不动的。好，那这个就是油管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试试这个奈飞，打开 Netflix， 那么它的识别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好，那目前的都已经进来了。那么这个奈飞呢，就是完全依赖于你的设备的能力。如果说你的电视机也是双杜比的，那么这里面只要是双杜比的片源都会显示双杜比的这个字样或者是图标。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
双杜比的影片，而这一部呢就是普通的 HD。那不同的这个片源呢，它显示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呢，一般情况下它的这个亮度都会比较高，而且杜比全景声呢，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比较好的组合音箱的话，可能会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电视机呢，已经显示出杜比世界的一个字样了。那我们可以显示一下这个码率的情况，左上角就已经出现了当前的这个视频的码率，随着你的网速不断的这个提升的。比如现在呢就是1080p， 好，现在提升到 2K 了。好，那现在呢，目前呢就是2160p，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呢已经显示了当前的一个码率。一般情况下，奈飞的一些 4K 片源呢，大概是15到18兆的一个最高的码率。再来说一下这个迪士尼哈，迪士尼也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流媒体，而且这几年的趋势呢，就是片源数量越来越多了。那其实，在迪士尼上面也有大量的杜比世界的影片啊，尤其是漫威或者是星球大战系列里面有很多的片源都是 4K 杜比世界的。当然了，这个迪士尼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 IMAX Enhanced 的这个版本啊，这个可能是迪士尼的一大特色吧。那其他的流媒体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格式啊。当然了，可能索尼自家也会出一个流媒体的这个服务哈，可能现在目前还不是很流行啊。回头我也会介绍一下这个索尼电视它自带的这个流媒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迪士尼的这个画质也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它的码率应该也不低，至少应该跟奈飞的品质是一样的。好，那这边呢中间再插播一句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遥控器的右上角这个按键呢，本身应该是一个切换信号源的按键，但是我这边怎么配对呢，都配不上我的这个电视机，所以它这个切换信号源的这个按钮呢，有可能目前还没有实现它的真正的功能，这个呢就是算一个小缺点吧。不过其实这个按键我们触发的频率也并不高。好，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用 Kodi 来测试一下这个 4K 视频的解码的能力。首先呢是比较高码率的 H.264 的视频。好，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加载的过程还是比较快的，用几秒的时间就加载出来了。那这个视频的码率呢高达90多兆。那通常情况下，我们自己拍摄的视频都是没有这么高的码率的，这是从网上找的一个测试的片源。当然了，我觉得跟这个机器本身的内存和存储空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存储空间是非常大的。Kodi 呢有的时候会加载一些缓存，所以这就考验这个盒子这个剩余空间的能力了。剩余空间越多的话，对于 Kodi 的播放是越有利的。好，那接下来这个片源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索尼的一个测试片，它是 HDR H.265 的视频，其实码率也非常的高，然后并且呢又是 HDR 的视频但是这边我发现它并没有激活 HDR 模式。这个就有点奇怪了，不太清楚是为什么。当我们播放 HDR 影片的时候，它没有正确的就映射出 HDR，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观察了一下就是在显示和声音设置里面，它有一个 HDR 的开关。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 HDR 的偏好设置。当时呢我选的是杜比世界，因为我的这个电视机是支持杜比世界的。当我选择杜比世界的时候，它这个 HDR 的一些映射呢就没有正确的出来。但是这次呢，我选择的是这个 HDR10。那我们再去播放 HDR 影片的时候，看看它能不能出现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点开这个屏显的按钮，就可以看到目前是正确的映射了 HDR。BT2020 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跟它的整体的系统的设置是有一定关系的。对于绝大多数的本地视频，可能 HDR10的片源会比较多一些，不管是测试片还是风景大片，而本地的杜比世界的片源会比较少一些。相对而言，可能杜比世界更多的是流媒体，比如说奈飞啊、迪士尼这些会比较多。那如果这两个选项是2选1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有点混乱的。正常情况下，它俩应该是包含的关系，也就是说，杜比世界是一个更大的范围，它其中包括了 HDR10，而不是2选1的关系。那如果现在是做成2选1的关系，我们如果选择 HDR10的时候，那我们的奈飞就只能最高显示 4K HDR 了。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变成了 4K HDR， 这就相当于限制了你设备的播放能力，所以这个逻辑是有待调整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杜比世界。那大家可以看到，本地视频呢，它是可以激活这个杜比世界的。那我目前播放的是这个片源，它也是码率非常高的。关于这个杜比世界的这个片源呢，我也可以放到这个谷歌网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测试一下自己的盒子。那虽然说能出现这个画面，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右侧这个数字是不动的。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正确的解码的话，这边是一个倒计时的。
那这种 AV01编码的这个视频呢，正常呢是用在这个在线流媒体上面，可能这个在线的流媒体播放器呢已经做过某种优化，可是我们把它下载到本地之后呢，用 Kodi 播放却是播放不了的。当然，这个视频在我的苹果电脑上是可以很流畅的播放的，所以我就怀疑可能还是软件层面的一些原因吧。好，那这个是一个风景的视频，大家可能就看起来比较明显了，对吧？虽然说能够解析出来，但是整体的画面是卡顿的。并不是因为它码率太高，为了做这次测试呢，我特意找了一个 1080P 的，分辨率相对来说低一点的。我们点开看一下，其实是同样的效果，对吧？同一支视频，我只是给它降低了这个分辨率，但是编码并没有改变。那下面这个测试呢，是关于这个比较高级的音频格式。那目前我测试的是一个 H.265 的 DTS 的一个视频。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回音壁上已经显示了 DTS 的字样，那么说明 DTS 的这种音效格式呢，在这个电视盒子上是可以正确的解码的。刚才呢，我们试了这个 DTS 5.1，我们再试试这个 DTS 7.1。好，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回音壁上也会显示 DTS 的一些字样，所以说这种格式呢也是可以正确的解码的。那接下来呢就是True HD 7.1的。好，那这边可以看到我的回音壁上显示的是 PCM， 可能音效是降解处理了，不过还是可以播放出声音的。好了，那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这款电视盒子的优点和缺点。首先呢是优点方面，它的这个配置呢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它的接口也非常的齐全。那基本上你想要的接口它都有，比如说千兆的以太网啊、光纤音频输出啊、3.5mm 的音频输出啊、WiFi 6啊，它都有。包括这边侧面呢有的 USB 3.0，甚至它还有 Type-C 的接口，可以说你要的接口它都具备。那再有就是它的配置方面是4+32GB，那么在这种高规格的情况下呢，同时又支持这个我们希望的这个奈飞啊、迪士尼等一些国外流媒体的授权，那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了。优点说过了之后，我们再说一下它的缺点。那我个人觉得这台电视盒子它的定价呢可能是有点偏高，就是149美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149美元是可以买到 Apple TV 和神盾 TV 的。那至少在电视盒子这个领域，可能神盾和苹果要比这个电视盒子的品牌要出名，所以在品牌溢价上面，它可能不会占太多的优势。那我个人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配置，定价99美元，那甚至是119美元，都可能会稍微让人接受一点。那第二个缺点就是，我认为这款电视盒子它在系统完善度方面还是有一些缺失的，就有一些设计上的逻辑的一些小问题吧。那我也希望未来它能够把这个固件更新来解决这些不痛不痒的一些小问题。当然了，说是不痛不痒的这些小问题，但如果说在出厂之前就把这些解决了，那岂不是更好？比如我刚才吐槽的那个杜比世界和 HDR 的偏好设置问题，可能在座各位有一半没有听懂我描述的问题哈但是没有关系哈，我想表达就是它的系统完善度呢，还是需要向谷歌 TV 靠拢的，因为谷歌 TV 在系统完善度方面绝对是榜样，做得非常好。其他的厂商其实也不用做太多的创新设置，你只需要抄作业就行了，只要抄的跟谷歌 TV 的设置是一样的，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的毛病。毕竟在双杜比的电视棒里面做的完善度最高的依然还是谷歌的亲儿子谷歌 TV。好了，那关于这款电视盒子我能介绍的也就这么多了。那这期视频上的时候可能有点晚了，可能已经错过了中秋节。不管怎么说，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我们这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